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书生宋清正在去参加乡试的路上，途中他总感觉有人在跟踪自己。他看见前面的路有个拐角，于是他迅速跑了过去，贴身伏在拐角处。跟踪的人看不见宋清的身影，便快步前行。宋清听到脚步声时，猛地窜出来，与那人来撞了个满怀。原来是个年轻貌美的女子，28年华，一袭青衣。她柳眉一竖，绕开宋清，径直向前走。宋清一下子愣住了，他以为是个相貌猥琐的小偷，或者是觊觎他财物的乞丐，可眼前是个漂亮少女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质问对方。待姑娘走出数十丈远，宋清才回过神来，他连忙追上去，问道：“请问姑娘为何跟踪我啊？”少女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乡道连一个鬼影都没，我怕有坏人或猛兽，便跟在你个大男人后面，没想到你会介意。”宋清只得道歉，于是两人便结伴前行。晚上，两人来到龙仙镇，各自找旅店住下，互相道了别。可怪就怪在第二天，宋清在路上又看到了尾随自己的少女，这下他再也忍不住了，逮住少女问道：“你这小妮子不会也是去省城赶考吧？如此凑巧，一直跟我同路。”少女无奈，只能说出自己身世。她叫古素琴，家住沭阳城，爹爹本是城里的大户，因年轻时贩卖过私盐，被衙门找到证据，便抄了家。她是私生女，所以没被牵连，现在走投无路。她是听说县城里有个表哥尚未娶亲，便打算过去投靠他们家，如果幸运的话，嫁给表哥就是她最好的出路。两人一边聊一边走，不知不觉天色已然暗了下来，看来暴雨将至。荒郊野外没有躲避之处，宋清看了一下周围的地形，便拉着古素琴死命往前跑。大雨刚好倾盆之时，他们来到了一座破庙前，两人顾不得那么多，便冲了进去。古素琴不解地问道：“你不是说第一次去省城赶考吗？怎会知道此处有个破庙？”宋清眼睛狡黠地转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哦，我曾经从书中看到一个狐仙的故事，说龙仙镇外20里处有座小庙。俗话说，文从实处攻，道从虚中来。想必现实中，编故事的人也曾来过这个小庙。”古素琴急忙躲到宋清身后，四处打量着，问道：“此处不会有狐仙吧？”宋清把手捂在嘴边，其实他是懂些风水，知此地形大概率会有村落或者寺庙，而他这样说，就是想吓吓小姑娘，逗她玩呢，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故事。见古素琴一下子扑到自己身后，双手还挽着自己的肩，从来没如此接触过女人的他心里升起一丝暖意。他说道：“不一定哦。”古素琴被吓坏了，紧紧挨在宋清身上。两人将破庙简单修葺一番，便升起火堆，烤干衣服。半夜里寒风阵阵，冻得古素琴直打哆嗦。宋清见状，便过去搂住古素琴入睡，不想对方丝毫没有抗拒，反而也转过身来，面对面跟他搂得更紧了。宋清虽然未经人事，但此情此景，他把持不住。尽管古素琴双目悠悠地祈求他，可他还是霸王硬上弓了。雨一连下了2天，两人白天就只能尴尬地面对面度过。宋清时不时吟诵几首古诗，可到了夜里，宋清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他会冲到古素琴身上。终于天气放晴，古素琴趁着宋清还没睡醒，自己哭泣着偷偷离去。宋清醒来后不见古素琴，便继续去赶考。路上他遇到一个算命先生，那人双髯触肩，剑眉凤目，一看就是得道高人。
算命先生见了宋清，将手中的算命幡伸了过去，挡住他的去路。宋清不解地问道：先生何事？为何拦住宋某？算命先生说道：宋先生近日可做过坏事？宋清说道：我一个读书人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如何干得了坏事呢？不对啊，我看你后脑裂起，太阳穴处下陷，阳气极衰，怕是惹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宋清回想了一下古素琴，不由得升起一阵阵寒意。孤身出现野外的女子，被侵犯时，虽有尽力抵抗，但双方并无受到半点伤害，难道自己才是他的猎物？宋清连忙拉着算命先生到一棵树荫下，仔仔细细将近日发生的事情告诉他。算命先生自称徐半仙，他一拍脑袋，大叫不好，此女便是破庙狐仙啊！她每逢赶考季，便会跑出来吸食书生阳气，因书生熟读诗书，腹中自有文气，她是想成文仙。宋清连忙说道：那狐仙庙是我湖州的，怎会是真的了？徐半仙说道：世人总以为庙是最干净的，其实不然，庙堂之力能镇妖，但也会保护一些能力弱的小妖，妖和妖之间也存在着不公平，大妖经常会窃取小妖的成果，所以能力小的妖就要处处躲着大妖，他们妖气弱，平时潜藏在庙宇附近，没人能发现，同时大妖不敢靠近庙宇，所以他们会比较安全。所以有庙就必有妖，特别是荒废已久的。虽然故事是你湖州的，但你在你编假话之前，狐仙便已在那里了。宋清扑通地跪了下来，哭道：求先生救我一命，怕是我阳气已被吸走，命不久矣。徐半仙连忙扶起宋清，说道：不至于，他道行不高，没法短时间取你性命，但如果不破解，你便厄运连连，怕是活不过40。宋清问道：先生可有破解之法？徐半仙捋捋胡子，来回踱步，好一会儿才说：有是有，但会比较麻烦，先生直说。宋某人感激不尽，如果我能活着回去，定倾尽家财相谢。徐半仙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拉着宋清往破庙赶去。两人到了地方，便开始起坛施法。只见徐半仙左手一指，符纸便燃起蓝悠悠的火光。宋清见状，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了下来，幸好遇上得道高人，不然自己怎么死都不知道。徐半仙做法时，破庙竟然飘摇起来。宋清连连称赞先生法力高强。可奇怪的是，徐半仙扔下桃木剑，跑到旁边一棵老树下，紧紧地抱住。宋清一脸惊愕地看着他。徐半仙说道：地震了，快过来抱住大树。宋清先是愣了一下，连忙也跑了过去。哈哈哈！伴随着一阵笑声，一个须发皆白、尖嘴猴腮的老头子从破庙里走了出来。两人被吓一跳，地面不再摇动。徐半仙放开小树，拔腿就往远处跑。宋清吓得脚软，一步也走不了，他只能看向老头。只见他一身道袍，由于太过陈旧，不容易分辨出来。宋清大喊道：徐先生，这是位老道士，不必害怕。徐半仙一听，停下了脚步，他也发现了老头的身下赫然是他的影子，于是从容地走了回来。白发老头问道：这位高人，你跑什么呀？徐半仙面不改色，说道：我是回去寻我的金钱剑，并不是逃跑，就算你是妖孽，我也能对付得了你。说罢，徐半仙呼呼一剑朝白发老头挥去。老头见剑势凶猛，不由得踉跄倒退了几步，一屁股坐在了泥地上。宋清这才轻了一口气，渐渐的双腿也有了知觉。白发老头有些生气，对宋清说道：小娃子，你被骗了，这个算命的是假的，他就是耍剑的江湖高手罢了，却不懂什么法术。徐半仙有些怒了，说道：你这老道胡说，
我们是法武双修，小心我把你舌头割下来。”白发老头笑了笑，道：“就你这修为，一言不合要割一个老头子的舌头，会是得道高人。”宋清闻言，对徐半仙警觉起来。徐半仙恼羞成怒，一剑朝白发老头刺去。咦，怎么没有血？金钱剑已经贯穿白发老头的身体，却不见流血。他的身体突然虚无缥缈起来，瞬间便不见了踪影。转眼间，只见那白发老头又从破庙的门口走出来。徐半仙吓得手中金钱剑一扔，再一次拔腿就跑。白发老头轻轻扬了一下手，徐半仙整个人凌空而起，被他吸到了他面前。宋清连忙向白发老头道谢，帮他识别了骗子。白发老头说道：“你去寻根绳子过来，将骗子捆住。我年纪大了，控制不了他多久。”宋清连忙找寻些藤条过来，草草编了几条绳子，将徐半仙捆好，随后便跟白发老头道别。白发老头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我便是那破庙狐仙，你俩今天一个也跑不了。”见宋清有些疑惑，白发老头像看透了他一样，说道：“谁说狐仙就是一定是女的？老子就是在此处修炼了100年的赤狐。”白发老头一下子将宋清打晕，将他也捆了起来。不久后，两人醒了过来。徐半仙懊恼道：“你不该帮他绑我啊！我现在想起来，那狐仙道行不够，他没办法一边施术制住我，一边用绳子捆我。”宋清问徐半仙：“他为什么不现在杀了我们？”徐半仙生无可恋地说道：“他要在月圆之夜，借助月光，才能吸取我们的阳元。就是修为不够，我们还能活到15。那先生可有逃脱之法？”徐半仙不作答。先生法力高强，也对此狐妖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徐半仙冷笑道：“你现在来些彩虹屁有什么用？我哪来的法力？空有一身武力，我只是想骗你几个钱花花，看你一身绫罗绸缎，腰里还有块汉白玉佩，便知你是有钱人。”宋清又问道：“既然你没有法力，为何算得那么准？”“准，他是有诀窍的，反正我们都难逃一死，告诉你也无妨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拦你不？”宋清摇摇头：“你小子一路上看了我10几眼，都快把我看穿了，我就笃定你是个迷信的家伙，我说什么你都会信，就是这么简单。”徐半仙继续说道：“假如你是对我嗤之以鼻，看都不看我一眼，那我说什么你都不会信。要怪就怪你一直在看我喽。准的诀窍就是要相中对的人，挑好了对象，就成功了一半。”宋清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问道：“那古姑娘真的是狐仙吗？”“我也不知道，你最好问问那老东西。”一连几天，白发老头都没回过庙里，俩人看来撑不到15，不饿死也会先渴死。此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了破庙，正是古素琴。宋清十分开心，觉得有救了。可奇怪的是，古素琴像是看不见他们一样，只是在庙里四处打寻，像是丢失了某件重要的东西。宋清大喊大叫，想引起古素琴的注意。徐半仙制止他，说道：“别白费力气了，狐妖对我们施了结界，他不会看见我们的。”古素琴找了好一会儿，什么也没找到，他失落地离开了。徐半仙看着他的背影，跟宋清说道：“快看，狐狸尾巴。”宋清仔细一看，果然一条白色的尾巴从古素琴的身后伸了出来。他想死的心都有了，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天亡我也！”短短2天时间，遇上2个狐妖，一个骗子，转眼就到了15这天。白发老头子回来，他看了看月亮，便在一旁打坐。宋清和徐半仙只好听天由命。不一会儿，白发老头张开双手，朝2人处抓来，口中念念有词。2人痛苦的哀嚎，眼看就要殒命当场。就在此时，一支白色的箭飞了进来，直奔白发老头。
他此时正在专心致志地施术，丝毫没有察觉。紧接着，一连几支白箭射进白发老头的身体，白发老头在地上翻滚了几下，便没有了动静。一个彪形大汉跑了进来，抱起白发老头的尸体，往庙外走去。他升起一堆篝火，将老头的尸身扔了进去。此时，古素琴也走了进来，一脸愤恨地看着宋清。他从身后衣服里抽出一张狐狸皮，扔到地上，然后拿出一把刀子，割开绑住宋清和徐半仙的藤绳。宋清大喜，问道：“古姑娘不是狐仙啊？”古素琴冷冷地说：“我若是狐仙，那些天怎会让你占了便宜？”原来古素琴夜里被宋清粗鲁侵犯时，将自己的信物弄丢了。表哥不相信他只好回来找寻，不想刚好看见狐仙老头抓住了他们。听到几人的谈话，古素琴的表哥知道妖物修炼久了会产生内丹，便四处打听消灭狐仙的方法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他终于从一个道士口中得知，只要身带狐狸皮，狐仙便察觉不出人气，只需要蹲守在庙外面，等狐仙月圆之夜施法之时，将他消灭即可。算命先生连忙问：“那狐仙我刺了几箭，都没有事，你们可将他处理好了？”彪形大汉扬扬手中的内丹，说道：“内丹都给我烧出来了，只可惜了，这么小一颗，看来不值钱啊。”两人连忙跑出去看，果然火堆里有一只瘦小的白色狐狸被烧得只剩下一副骨架。彪形大汉对宋清说道：“我看你也不像什么坏人，既然你和我表妹有了夫妻之实，你就要把她娶了，不然我现在就宰了你。”宋清连连点头，说道：“都怪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才做出下作之事。宋某日后一定好好对古姑娘。”徐半仙身份已被识破，他不好意思久留，跟众人道别，便匆匆而去。宋清也不去赶考了，带着古素琴回了老家，择日成亲。1年后，徐半仙游历到龙仙镇，他看到一个乞丐在路上奄奄一息，却一直艰难抬头望向自己。徐半仙心想，又是个好骗的主，只可惜他身无分文。他想了一会儿，还是买了几个馒头，带到乞丐身边，待他看清楚模样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宋清。宋清有气没力地说道：“徐兄，救我！”徐半仙连忙背起宋清，往义庄走去。宋清休息了1个时辰，身体终于好了些，然后他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娓娓道来。1年前，他与古素琴成亲后，家里连贯事不断。首先是宋老爷病死了，接着宋家人一个接着一个莫名离世，宋清便拉着古素琴去告官，可惜什么证据也没有。回到家后，古素琴那个所谓的表哥带人杀了进来。古素琴对宋清说：“我不是什么县令的千金，而是刘远山大当家的女儿，见惯了他们打打杀杀，草菅人命，我不想与他们为伍，便私自下山，打算过普通人的生活。可我不会认路，看你文质彬彬的样子，便一路跟你前行，没想到你竟然对我一个16岁的小姑娘下手。”说罢，一巴掌呼到了宋清脸上。他继续说道：“你也是太天真了，侵犯了我，还想我老老实实当你妻子吗？”古素琴指挥几个山贼，一边砍杀宋家人，一边搜刮财宝。不想奄奄息的宋清拖着残躯爬了出去，他跳进河里，一直飘到龙仙镇。山贼们为了抢财物，不听古素琴的指挥，没有追他，才捡回一条小命。徐半仙说道：“宋兄弟啊，你不应该啊，欺负了人家，还妄想娶别人为妻。”宋清悔不当初，他告诉徐半仙，他还有一个伯父在省城，是个大户人家，只要他肯将自己送过去，必定重谢。第2天，徐半仙雇来一辆马车，拉着重伤的宋清出发了。不知不觉，
徐半仙将宋清拉到了刘远山，宋清发现不对劲，问道：徐兄，你这是为哪般？抱歉了，宋兄弟，我可不能步你的后尘，我之前骗过你，几乎害了你的性命，可不敢再送你到亲戚家，万一你像古姑娘一样和我算旧账怎么办？徐半仙用宋清跟古素琴换了10两银子，便驱着马车，哼着山歌朝山下走去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